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价值数十亿美金的半导体无尘室，全世界最精密的晶片正在这里诞生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守护这座堡垒的门锁，竟然还是20年前连骇客都懒得破解的 Windows XP 系统。这就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最致命的后门。2018年，台积电曾因为一个漏洞惨赔了52亿台币。而就在2025年的今天，台湾终于决定不再坐以待毙。数发部与 SEMI 正式联手，抛出了一个让全球设备大厂都必须遵守的新游戏规则。这不只是一场资安认证，更是台湾从科技代工变身为规则制定者的关键一战。为什么连日本巨头都急住要拿这张标章？而这背后隐藏着台湾保护全球供应链的野心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将会发现，台湾正在悄悄掌握一场无声战争的话语权。在科技圈，我们常说矽盾保护了台湾，但很多人没意识到，这面盾牌其实一直存在着致命的裂痕。如果你走进全球各大晶圆厂的底层，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就是那些价值数亿台币运作精密的光刻机或蚀刻机，他们的内建系统往往老旧的吓人。因为对半导体大厂来说，稳定压倒一切，一个机台要运作20年，没人敢随便升级系统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导致产线停摆。但正是这种求稳的心理，给了骇客可乘之机。2018年8月，那个震撼全球的台积电病毒事件，起因仅仅是一个没经过扫描的新机台被接入了内网，短短几小时内北中南3地产线全数瘫痪。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后来在记者会上证实，这次疏忽导致了高达52亿台币的损失。那次惨痛的教训让台湾意识到一件事，不管你的晶片做得多精密，只要你的生产设备有漏洞，你就是全世界最脆弱的目标。过去几年，当骇客组织开始瞄准关键基础设施，半导体供应链的资安已经不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生存问题。但长期以来，半导体设备的资安标准是由欧美厂商说了算。台湾身为全球晶片制造的核心，却一直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。我们买别人的设备，承受别人的风险，还要听别人的规则。这种被动的局面终于在2025年迎来了翻转。2025年12月18日，数位发展部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正式宣布， SEMI E187 验证制度正式落地制度化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串无聊的编号，但实际上这是台湾第一次对全球半导体设备商划出的红线。这套标准到底在管什么？为什么它能保护52亿不再蒸发？简单来说，它帮昂贵的晶圆厂穿上了数位防疫服，主要盯紧了4大防御支柱。第一，作业系统安全，拒绝再用过时的 XP 或 Win7。E187 要求设备必须使用受支援的系统，并且要有关闭不必要连接部的防呆机制。第二，网络安全，所有的数据传输路径必须加密，这就像是在工厂内部建立了一套专用暗号，骇客就算截获了资讯也看不懂。第三，端点防护，这解决了2018年台积电中毒的根源。新机台进场不再是裸奔，而是必须内建防毒或扫描机制，先做全身检查才能联网。第四，安全监控，也就是机台的黑盒子，一旦发生异常，系统会立刻记录是谁在什么时间动了什么，让故障排除从几天缩短到几小时。但最厉害的不是技术，而是话语权。这套标准是获得 SEMI 国际协会认可的，意味着它正式成为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共同语言。以前是别人教我们怎么做，现在是台湾告诉全世界，如果你想把设备卖进这座价值连城的矽盾工厂，你就必须听台湾的。如果这只是台湾自己的规定，国际大厂可能会觉得麻烦。但为什么现在连日本电子只有这种顶级设备商都急住要拿这张证书？原因很简单，这就是市场规模带来的制裁力。台湾掌握了全球60%以上的先进制程晶片，当台积电、日月光等这些巨头都点头说，以后没通过E187认证的设备，我们不敢买。这时，
认证标章就从技术规范变成了商业门票。就在几天前的发布会上，数发部展示了初步成果，不仅台湾资安大厂如奥义智慧、Tuxon 积极参与，连日本经济产业省都在密切关注这套标准。因为在全球地缘政治的棋局下，美国、日本都在推动供应链韧性，台湾正在做一件非常聪明的事，我们不只卖晶片，我们还输出安全信任。当全球都在担心地缘政治冲突，担心生产线被敌对势力害入时，台湾拿出了1187，告诉全球盟友，跟住台湾的标准走，你们的供应链才是安全的。这种转守为攻的战略，让台湾从原本求别人保护的受害者，变成了定义安全标准的领头羊。这张标章正在变成台湾在数位时代的另一面隐形盾牌。为什么台湾现在这么急着推动1187制度化？因为在数位时代，谁能定义安全，谁就能控制供应链。在美中科技战的背景下，大家都在争夺供应链主导权。过去我们靠的是极致的制造工艺，而现在台湾要靠的是标准软实力。这道防线让欧美大厂明白，要建立一个真正安全的供应链，台湾的1187就是那把必备的钥匙。这就是台湾的数位细盾，它不只保护了工厂里的机器，更保护了国际客户对台湾的信任。从2018年那场惨痛的教训，到2025年今天我们成为全球资安标准的制定者，这条路台湾走了7年。当台湾的标准变成全球制造业的共同门槛，这会是台湾产业升级的终点，还是另一场大国对抗的开端？你认为台湾标准未来能像 ISO 认证一样，成为全球所有精密制造业的必备护照吗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，别忘了按赞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关于未来趋势的最新消息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。